在英国的黑色地带上，汤米·谢尔比足以做到一脚颤三颤。在事业指数飙升的时间段，命运让他失去了挚爱，断心之痛令汤米少了份灵魂，常常在坟前一守便是一夜。事情的起因源自一件小事，铁道党核心人物之一利兹与意大利尚格莱特家族的安吉尔谈起了恋爱。作为英国的巨头，铁道党自然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谈判中，约翰与维森特发生口角冲突，更是撂下狠话，要打断对方儿子的腿。于是尚格莱特家族全面宣战。约翰忍一时，越想越气，用剃刀割裂了安吉尔的脸，让他老实的在病床上待着。来自尚格莱特的报复来得很快，宴会上，一名杀手直奔汤米而去，子弹却击中了格雷斯，不可和解的恩怨就此拉开。迈克尔和波利前脚刚离开，亚瑟和约翰就告诉汤米，我们兄弟俩已经把安吉尔弄死了，上次割了脸，这次割了喉，让铁道党的兄弟们一举赶走了当地的意大利人，但安排行凶的维森特逃走了。根据线人说，对方准备逃往纽约，将于周六去利物浦乘坐移民船离开。听到这儿的汤米心想稳了，他在那边有关系，知道时间地点，复仇就好办了。正安排着兄弟们去活捉对方，哥俩插嘴说维森特和他夫人奥德利会一起乘船。奥德利是个善良的人，还是他们学校里的老师。汤米已经没了理智，下令亚瑟杀了奥德利，活捉维森特，好人会上天堂的。哥俩很难办，也只能是听命行事。约翰很不满现在的二哥，他优先照顾合法生意的麦克，完了脏活累活让亲兄弟干，还什么都不解释清楚。三兄弟闹得不欢而散。家族会议上，兄弟俩自嘲是清洁工，阴阳怪气的宣泄不满。麦克自然能听出话里有针对，火气上来了，差点起了冲突。还是艾达儿子骂了句街才缓解气氛。这家越来越没个家样了。波利再次出马维系着家庭关系，表示干完这票全家合法。正当大家碰杯和解时，汤米已经上了路，他还有更操心的事要解决，那就是俄国的内斗。道貌岸然的神父用儿子的安全威胁了汤米，他必须要把孩子带到一个安全的地方。虽然查尔斯还小，但汤米还是告诉他母亲已经离开了。原本幸福的三口，现在只剩他们父子，把儿子留给李氏家族的强尼手里照顾。汤米起身去见了一位神婆，他把蓝宝石项链递给对方。格雷斯遇害的当晚就是带着这枚项链。有人提醒过他，蓝宝石受过诅咒，这次来是希望神婆能够亲口告诉自己，项链的确被诅咒了。这么做虽然不能让格雷斯起死回生，但可以让汤米的愧疚少些。作为无信仰者，汤米这次可以撒开膀子大干一场了。这边亚瑟开始教麦克用枪，合法归合法，黑道哪能不动武？他分享着成为刽子手的每个细节，情到深处更是让麦克拿枪轮流对准了自己和约翰，场面随时有可能会因为走火而提前大结局，这让波利很不开心。但儿子大了，他管不了啊。I'm not a fucking kid anymore. 前去活捉维森特之前，他们先走了趟工厂。早前俄国贵族支付了定金，要从汤米手里买走27辆坦克。为了不被对立的俄共党发现，两兄弟奉汤米之命前来威胁管理员，务必开除名单上的俄共工人。管理员清楚开除俄共党会引起大型罢工，可奈何铁道党给的太多了，实在是拒绝不了啊。两兄弟这才在六府的码头上活捉了维森特夫妇。老头其实察觉到了有人跟踪自己，也向码头的警卫求助过，但没有一个人站在他这边。警卫更是亲手把这俩人送到了铁道党面前。奥德利夫人一眼就认出了约翰和亚瑟。小时候你不听话，我还打过你的屁屁。还有你亚瑟，小时候的你多可爱，以至于老师都不忍心惩罚你。两兄弟的良心非常刺痛，一边是昔日恩师的求情，一边是汤米的命令。奥德利死死抱住丈夫，试图唤醒两个学生的善心。事实上他成功了。约翰和亚瑟没有对老师下手，只抓走了维森特一个人。约翰还悄悄地让奥德利逃去美国。眼前这个一身肥膘，头发都快掉秃的老头，就是刺杀铁道党二嫂的罪魁祸首。如今落到了汤米手里，只会有一种下场，但在死前汤米要好好折磨他，嗨，就是不给个痛快。不如先拉个双眼皮让你流血致死，还是嘎个舌头看看你到底多恶心。逐渐变态的汤米被一声枪响打醒，亚瑟抱了老头的头。约翰紧接着说道，我们放走了奥德利。这两个举动都没有让汤米生气，足以证明他原本也没想做得太极端。回到家的汤米继续当着好爸爸，一个人给儿子2份关爱。猛抽一根烟后，他找上了艾达。弗莱迪的一个老俄共朋友在苏联大使馆那边听到了点消息，事关神父的背景。汤米用波士顿分公司收买了妹妹，那边就卖口红衣服啥的，适合女孩打理。这才从艾达嘴里得知老朋友的名字詹姆斯。汤米分分钟派人抓来了詹姆斯，只是简单一个照面，男人就认出了汤米。
一顿友善的问候，汤米问出了神父的身份。简而言之，神父就是个搅屎棍，霍霍俄国贵族和俄共党之间的关系。但具体计划，汤米还需要进一步调查。亚瑟这边美人出狱，正沉迷于镜子里的自己时，妻子琳达告诉他：“你要当爹了。”这对亚瑟无疑是最好的礼物。他着急忙慌叫来了所有兄弟，把自己的私房酒都拿了出来。待人到齐后，亚瑟正式宣布：“我喜当爹了。”不是，是我当爹了。汤米没有像其他兄弟一样把心情表现在脸上，而是正经抱住了大哥，由衷的说了句恭喜。有了家室，意味着亚瑟得放下屠刀，汤米也不能让他去当清洁工了。由公爵洛维奇与侄女塔蒂安娜举办的晚宴，邀请了汤米和神父一行人。客套的同时，汤米一直在盯着神父，似要把对方看穿。又根据塔蒂安娜和洛维奇的眼神和举动，汤米看出俄国贵族真正的老大是洛维奇的夫人。开饭前，汤米拿出了一份计划表，将近期筹备的计划说了出来。他已经派人清除了各大工厂中的俄共党，必要时会操控他们发起罢工，届时不受控制的警方会去处理暴动，而他们便会趁机劫走27辆坦克，连夜用火车运往伦敦。最终的目的地是圣奥尔本斯的一个煤厂，由剃刀党看守直至交易结束。汤米叙述计划的过程中，神父不停打岔，这会儿汤火喝，那会儿使真香啊！总之就是不想让汤米全盘托出。至于早就查出他身份的汤米是完全不在乎，他假装列了清单交给公爵夫人，实则上面写的是我有话要说。完事后，汤米表示这神父太下头，这饭我不吃了。塔蒂安娜领会了公爵夫人的眼神，跟上去问了个清楚，这才从汤米嘴里得知了神父的双重身份。俄国贵族信不信由他们，塔蒂安娜聊到格雷斯，这让汤米破了防。他让塔蒂安娜少废话，现在立刻下令干掉神父。不久后迎来了耶稣受难日，谢尔比兄弟举办了一场葬礼。曾经抛家弃子还骗了亚瑟巨款的父亲死了。其实聊起这个父亲，兄弟们都没有好感，教过他们唯一一件事就是打猎。他们用打猎纪念了父亲，然后从此忘掉这个人。这天，宿醉的波利来到教堂忏悔，他承认自己是个杀人犯，还表示得继续杀人。对方还是个神父，自己的良心实在过不去，可能是干扰智商的酒精蒸发了。波利赶忙闭嘴离开了教堂，可他已经酿下了大祸。波利回到赌坊，保险库的门却打不开了。丽兹把密码脱口而出，原来汤米早就改了密码，跟丽兹活塞的时候顺口告诉了他，这让波利更加郁闷了。汤米信任丽兹大于自己，丽兹也很苦啊，活不活塞那都得看汤米的脸色，我又能怎的？众女一听是一脸懵逼啊。男人们去干体力活了，作为大嫂，琳达给姐妹们送来了早点，一边吃着油条一边想出了个馊主意，不如我们组建个妇联，去参加女工人们的抗议游行吧，为女性的不公平待遇发声。天天坐办公室的众人早就不满意了，当场就决定出发。汤米这边计划着劫持坦克，麦克也参与了行动。贵族会拿出钻石、蓝宝石以及现金，总价值15万美金的酬劳给剃刀党。参与干活的都有油水可捞，剩下的钱足以到美国投资合法生意。事成之后，我们金盆洗手，再也不干违法勾当。条件相当诱人，亚瑟甘愿加入这最后一票。行动前，塔蒂安娜不请自来，她代表贵族来向汤米要个证据，证明神父是双面间谍。汤米点了根烟，淡定告诉他，我说的话就是证据，不相信我，老子就罢工。塔蒂安娜当场就要脱衣服，试图用取长补短的方法问出答案。此时约翰推门而入，妇联的事给他整笑懵了，哪能想到剃刀党自己的人马还去参加罢工游行了。汤米只问了约翰琳达是否在场，得到了确切答复，他一下就清楚了，又是大嫂的馊主意。汤米没有去管这件事儿，而是让老弟把塔蒂安娜的车胎炸了，理由是没处补胎，客人要留宿一宿。约翰哪能不懂啊？可就在完成任务后，他发现妻子伊斯米溜进了保险库，他早就听到了密码，就想拿点钱去买那个东西。约翰说那个东西对孩子不健康，伊斯米最终答应再也不买那个东西了。激情过后，汤米把证据告知了塔蒂安娜，后者一句话给汤米整无语了，他们家的宝石贼多，公爵夫人甚至可能拿那个干哪个。汤米知道贵族家里肯定有个金库，为了寻求刺激，塔蒂安娜拿起了汤米的左轮手枪，这一路给汤米吓住了。书桌前，塔蒂安娜只留了1颗子弹，玩起了战斗民族的轮盘赌，那份从容就跟我们小时候撒尿和泥一样。扳机扣下没有枪响，倒是把汤米搞得满嘴 fucking。 再往后的内容放不出来了，有兴趣的自己去看，我知道你们都有兴趣。塔蒂安娜深情地看着汤米，让他放手去做任何想做的事。如果汤米想干掉神父，那就去干掉吧。第二天一早，塔蒂安娜就已经离开了。女仆说她把汤米的轮胎安到了自己的车上，这让汤米相当无语啊。我是老大还是他是？对于和塔蒂安娜春宵一夜，汤米和兄弟们说自己那是在工作，他汤米只能白嫖别人，别人不能白嫖他，所以他召集兄弟们打算互学探宝。
偷走俄国贵族的金库。通过艾达的一个朋友，他们拿到了贵族家的布局图，准备买通一个小伙子进去当仆人卧底。安排完之后，汤米回去教训了妇联，在这节骨眼上去游行，对铁道党可没有任何好处，那可是政治问题，想要啥不如直接跟自己说，那可比游行要管用得多。汤米没想到劫持坦克的事儿这么快就传了出来，找大哥是没用了，他打算一会儿去找琳达。出发前，他让波利对刺杀神父的事情保密，这事儿你知我知。波利心里慌了一批，因为他早前的多嘴，让神父本人知道了自己要被杀的事儿，这给了他反击的机会。见了琳达，他们就明白了，什么让亚瑟赎罪都是狗屁玄学。女人之所以这么做，是想为亚瑟多挣一笔退休金。琳达要求汤米拿出15万的1/3给亚瑟，否则自己就会阻止亚瑟行动。May I smoke? No. 汤米 fucking 了，讨价还价还不让抽烟，与琳达本人没屌毛关系，单纯是为了大哥的退休生活，他答应了。终于等到了刺杀神父的时机，汤米在远处看着他那假仁慈都想吐，可计划还没开始就发生了变故。早就听到消息的神父提前安排人处理了汤米，汤米被暴打了一顿，被抬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神父这才出现。汤米早就意识模糊了，得知身份暴露，神父威胁汤米务必要对俄国贵族洗白自己，让他们认为是情报失误，否则神父会让汤米失去儿子，并且透露汤米身边有自己的人。失去意识的汤米被扔到了路上，缓过神来，先解雇了所有军事背景的佣人，防止有人对儿子不利。随后他忍着伤痛进行了善后，在餐桌上洗白了神父。这种羞辱汤米忍了，但他从不坐以待毙。汤米又通过艾达的关系连夜见了俄共党的人，直接把贵族的事挑明了。贵族买了这批坦克，然后故意让俄共党知道，这样一来俄共肯定会去阻止，拦截火车，从而发生暴力行动。在英国本土上采取暴力行动，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会瞬间中断。此时的他疼痛难忍，鲜血和汗水一直不停。汤米不希望俄共党去炸毁运输火车，理由很简单，希尔比家族会死绝。汤米颅骨断裂，脑震荡，内出血，人到现在终于昏死过去了。好在他身边的是妹妹，是值得信任的家人。汤米这一倒下，剃刀党还能否反击？神父这个恶人难道真的没有恶报吗？各位多多点赞评论，我们浴血黑帮下期见。